外婆明明已经去世5年，岂料孙女却一直将她冷冻在冰箱里，这样他们每月就能固定拿到外婆的退休金。但因为尸臭味越来越浓，他们不得不每天买来大量食材放进冰箱，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，岂料税务局却突然要上门核查，他们不得不把外婆拿出来化冻，但奈何外婆被冰冻的时间实在太长，一时半会根本就化不开。正当他们焦急之时，不料税务局却提前来访。原来这个女人名叫露西，是一个艺术品修复公司的老板，由于被艺术馆拖欠了2年的工资，欠了银行大量的贷款，不得已一直用奶奶的退休金给员工发放工资。谁知这天外婆却突然去世，她们3姐妹看着外婆的遗体，讨论起了外婆的退休金。这时大姐提出可以把外婆放在冰箱，继续来领退休金，但是露西表示这样不道德，也违反了法律。大姐表示几个月就可以，等艺术馆的欠款一到账，就可以把外婆下葬。虽然嘴上说着无法接受，但下一秒露西还是打开了冰箱。他们把外婆放进冰箱，并放了很多冷冻食品掩盖外婆的遗体，然后关上冰箱。第二天，露西来到单位，继续索要被拖欠的工资。谁知负责人依旧表示资金短缺，想要提前审批，只有拿钱贿赂他。就在女主刚要拒绝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突然传来，接着负责人就被男人带走。可露西还需要签字才能拿到欠款，立马追了出去。就在负责人马上就要签字时候，铁面无私的男主却说他被逮捕了，不能签字。就在俩人推搡之间，男主重重地摔下了楼梯。露西出于愧疚来到医院看望男主，想让男人不要起诉他，并告诉了男主自己现在负债累累，要回欠款需要负责人签字，但2次都要签字时，2次负责人都被你带走。男人看着一脸愁容的露西，立马撕掉了起诉书。露西随即露出笑容，接着2人相谈甚欢。此时门外男主的手下看出男主对露西有意思，想到男主是个工作狂魔，又是个恋爱白痴，决定帮上司一把。他们找来了露西的资料，并表示他外婆的退休金有些问题，而女主又跟外婆住在一起，让男主去核实，正好可以趁机接近露西，发展一下感情。这天，男主敲开了露西的家门。外婆明明去世已经5年，孙女居然把她一直冷冻在冰箱里，只是为了能继续拿外婆的退休金。没想到税务局要上门核查，他们不得不把外婆拿出来解冻，可时间太过紧张，根本来不及让尸体完全解冻。税务局的人却提前到访，姐妹3人慌忙布置现场，先让露西前去应对。男人进门后，看到外婆坐在桌子中间正在打牌，露西慌忙把男人拉上楼。男主这次来目的其实是邀请露西共进晚餐，怕露西拒绝，一直在表明心意。谁知一转身，露西已经换好了衣服，说着就拉起男主出了门。到了晚上，男主把露西送回家，互道晚安后，男主打算离开，不料几只流浪狗突然窜了出来，俩人慌不择路，赶紧冲进家中。女主怕男人发现冰箱里的外婆，顺手关上了电闸，谎称停电。就当女主刚找到蜡烛时，忽然发现男主竟然打开了冰箱，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No, perché quando hanno cambiato le centraline da me si è scongelato completamente il freezer, 400 euro di danni, quindi conviene svuotare tutto. 为了转移注意，他把男主带到了房间，打算现身。谁知男主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，只是吻了一下露西然后离开。第二天，姐妹3人要把雕塑带到现场修复，谁知才刚刚出门，一辆货车突然拦住了去路。从车上下来一个老人，声称是奶奶30年的老朋友，想要跟外婆见一面。露西只好谎称外婆今早出门了，谁知老头却说他在这里蹲了3天，根本没有看到奶奶出来过，然后表示下午5点要是见不到外婆就要报警，然后开车离去。这让露西彻底慌了神。焦急之时，姐妹又支了一招。下午老头如约而至，假扮外婆的露西始终不敢让他看到正脸，而老头老眼昏花，根本没有看出眼前的外婆是假的，匆忙把他打发走。谁知前脚刚把老头送走，男主后脚就来了。露西慌忙坐下，他并没有认出露西，反而向外婆表明了自己对露西的爱意。露西得知男主的心意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此事过后，俩人迅速地陷入了热恋。没过多久，女主怀孕了，但冰箱里的尸体始终是个隐患，因为露西知道，如果被指认法律的男主知道她骗取退休金，一定会甩了她，然后把她逮捕，所以想趁男主出任务时把外婆解冻。外婆突然去世，孙女为了能继续拿外婆的退休金，居然把她一直冻在冰箱，怕身为警察的男朋友发现，打算把奶奶解冻。姐妹3人把外婆从冰箱里搬出来，打包好放到后备箱。谁知半路竟然遇到警察，正在逮捕一个偷税大户，来往车辆都需要盘查，自己的男朋友也身在其中。露西谎称后备箱只是需要修复的雕像，拒绝打开后备箱。正当阻止之际，男主却突然打开了后备箱，
原来遗体在途中因为颠簸掉了出来，坐着轮椅一路前行。男主把三姐妹带到一处空旷的地方，戳穿了他们的谎言。Primo nonno in freezer, l'ho scoperto io. 其实男主早就通过线索发现了蛛丝马迹，可是男主在情理与法理之间难以抉择。露西表示自己犯了法，是个罪人，让男主逮捕他。可是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牢房？男主纠结过后，最终决定帮他们隐瞒。姐妹二人在树林中找到了外婆，用白布打包好，却不料一个转身，外婆竟被偷走了。二人连忙赶回家中告诉露西，谁知看到外婆竟然停在门口，以为是男主帮忙运回来的。可正当他们松了一口气时，竟突然被警车包围。警察以为白布里是被通缉的逃犯，要打开检查。露西意识到自己这次真的要被逮捕，瞬间心死。可谁曾想打开白布，竟是一个雕塑。露西不可置信地回到家中，正纳闷外婆去了哪里，竟然看到外婆正安详地躺在床上。原来是男主帮忙偷梁换柱。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他们为外婆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一起安葬了外婆。